各位棋友，今天的几进中兵，我们将继续延续上一个视频的内容。本局棋我们直接由中局进入残局，建议新来的棋友结合上一个视频内容一起观看一下。我们首先在这里分析一下，黑方接下来一步棋进炮底线就是一个闷杀，同时双车、马炮包括这个卒已经是兵临城下，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红方，此时进车底线，中路有炮，前方有兵，同时跳马卧槽，红方也有一番进攻。那么前面一局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了红方既有进攻又有防守的策略。首先我们再次为大家演绎一下进攻，因为在这里大家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此时进车将军的话，他不能退车，因为这里跳马卧槽就是个杀招，黑方只好选择退士。那么接下来在这里我们前面讲的是红方进兵吃象炮将军，但是黑方有平车砍炮，来一个反杀。怎么反杀呢？我们在这里首先也来看一下，如果说士6进5的话，那很明显进炮底线闷杀，你跳马吃的话都是不行，跳马卧槽绝杀。那么没有办法选择士4进5，当然在这里士4进5你一吃的时候这里很明显跳马卧槽，只能出来再次平车照头来一棒子。即便是你成事的话，我再次平炮小卒也是逼近9宫形成的快速的杀招。好，我们返回到分界点的地方，这里也是大家最有疑问的地方。显然红方进兵吃象的话，黑方是有连续的杀招，但是大家在这里认为此时红方直接跳马行不行呢？因为我跳马卧槽将军的话，黑方只能将5进1。接下来大家看看红方又该如何进攻呢？有没有连续杀招呢？首先如果说你进兵借助这个马的话，将着军显然他可以将5平6，这样的话你退车将的话他在撑士，2个士的话你没有办法破全，同时你这里始终是没有杀招。当然在这里这一步棋走的比较勉强，或许大家会认为我退车将这棋不是很好，黑方仅此一步退车，那么接下来你平车砍的话肯定是不现实，如果说回马将军的话，那这里又退下去了，你吃车他进炮杀棋，或者说跳马卧槽都有凶狠招法，可以说黑方在这里是一步杀。那当然不能跳马的话，此时进兵的话连续将杀。那么好了，这里将着军的话，将5平6也仅此一步，此时接下来你要回防的话，这里就丢了车，再次平车吃掉车，连续将军。走到这里红方就会发现问题，接下来这里无论怎么走是没有连续的杀招，因为黑方进炮底线是一步杀，红方要么炮挪位，要么防止这个马卧槽的话就是个杀招。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有几个策略呢？炮走开以及飞象。如果说飞象的话，那这里再好不过了，因为此时进炮一将军你只能退象，现在黑方还不用吃你这个象，平车的话进去砍底士就是个杀招。当然吃象的话稍微贻误战机，如此阵型的话红方他是没有连杀的，同时先前还有可以直接跳马将军把你这个车先给吸回来，如此行棋的话可以说红方还是没有胜算。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继续再为大家详细分演一下，显然飞象不成立的话，他把这个炮走开行不行呢？此时还来不及吃马哟，进炮杀棋，比如说平炮走开的话，或者说炮5平4，这2个走法我们都为大家演绎一下。如果说炮5平6的话，黑方又该怎么杀呢？这里很明显再次进炮一将军，此时只能撑士，接下来进车一将退士，毫无疑问平车砍士，借助老将，同时这一个高调马绝杀红方。好，
我们再次为大家演绎最后一个小小的变化。如果说在这里送一炮呢，同时挡住车呢，那这样的话，其实黑方还稍微更加简单一点。如果说进炮的话，它可能会成士。实际上这几个走法都是一样，因为这里可以直接平车吃掉炮。下一步棋进车砍士同样杀，你要不要吃马呢？首先说明你在这里无论怎么走，同样是没有杀招。大家呀也可以把这个局面摆一摆，即便是你现在进兵砍士破双士的话，车马冷招依然是不成立的。好了，我们看看现在他如果说成士的话，这里闷杀退车吃马的话也是最为顽强的，但是这里进炮一将军只能成士，依然是进车绝杀。由此可见，当前的这个局面，红方想要进攻的话，还是被黑方捷足先登。我们返回到先前的局面，既然进攻不成的话，那就只能选择防守。红方比较顽强，好的走法就是象棋进五。那么此时黑方能不能进炮下解来将军呢？这个变化可以说双方局势立刻会扭转乾坤。前面都是红方是败局，这里我们看一下，如果说黑方进炮将军的话，此时红方必然要走这一步棋，黑方进车吃象也是势在必然，接下来退车。当然大家看看这个局面之下，红方有没有先手的杀招呢？这就稍微有所不同了。我们为大家直接演绎出来，进车一将军的话，仅此一步退士。那么好了，接下来再次进兵将军，你现在还来不及吃炮哦。比如说吃炮的话，这里跳马卧槽的话，同样是杀。那现在回马或者说平车挡住中间的话，都是有跳马挂角或者说卧槽绝杀，没有办法，仅此一步成士。此时接下来小兵借助后方之炮以及先锋马的优势，再次进兵吃掉士。同样这里将着军，接下来将五平六。好了，此时红方再次连续杀招，采取平炮一将军。现在你是跳马了，还是平车呢？还是平卒呢？红方都有手段，跳马弃炮。同样将着军，现在你平车或者说进卒吃掉炮。那么好了，接下来形成了一个八角马之势，就看红方的心情了。此时进兵、平兵、平车砍士都是杀招，可以说这一步退象的话恰到好处，反而给黑方了一个延缓之计，红方抢得了一步先杀在前。由此可见，红方这一招飞象可以说精妙至极。当然这个局面也是现代大师的精彩对局，我们就来看看大师如何见招拆招。显然进炮不成立，黑方在这里另生一计，跳马挂角将军。红方没有办法，仅此一招炮五平四格挡。那么好了，接下来在这里之后，显然红方中路没有进攻优势，黑方选择攻不忘守，将五平四，防止红方进车底线将军再跳马卧槽将军，然而会把这个车给抽掉。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采取进兵吃掉象。但是这里看起来是踩着黑方这个车啊，黑方如何应招呢？显然黑方在这里就直接弃车了。大家看看，换作是你的话，能不能发现黑方已经能够形成杀招呢？我们不妨直接为大家走出来，进炮一将军。那它是有称士以及进帅两种走法。比如说帅五进一的话，黑方弃车砍炮一将军，你下不去，只能硬着头皮吃，接下来再次进卒，要么直接吃马，要么平帅中路。首先如果说平帅中路的话，这里退炮同样是杀棋。好了，硬着头皮吃掉马，平车绝杀无解。所以说在这里弃车必然是有杀。我们稍作返回一点，
当黑方进炮将军的时候，红方选择称士，那这里接下来又该怎么走呢？同样，进车一将军，现在很明显红方他是不能退炮的，因为正好卡住马，仅此退士一步棋。接下来黑方进卒。好了，因为这里你平车砍士的话，没有后续的连攻。接下来大家会发现，此时红方是不是还有先手进攻的机会呢？这里红方进车来了一个将军，再进将，再退车一将，走了几步棋之后啊，红方果断投降了。因为接下来你回马持车啊都是不起作用。我们看看，一旦红方停下脚步之后没有连攻的时候，那这里此时你回马吃掉车，接下来黑方平车将军，你现在不敢吃啊。如果说直接吃掉的话，进卒绝杀，那只能硬着头皮上。此时退车吃炮，将军那也只能下去。好了，再次进卒，绝杀无解。可以说啊，黑方的精妙杀法可以非常的巧，车马炮四子连攻，随时转换阵型，紧凑结合，使得对方这个老帅无处可逃。好了，棋友们，这一个极尽中兵的飞刀系列变化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欢迎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点赞和强烈推荐一下。